滨港市航运大亨嫁女，在滨海湾高调铺开99条婚船，兄弟兴冲冲拉着我去看热闹。马上要出发了，我习惯性的先拍照，第一时间给女友报备。下一秒，镜头里却出现了2个熟悉的身影。本该在加班的女友，穿着缎钻婚纱，牵着她竹马的手，登上金水，愤怒的想冲上前质问：程州本来就是昭昭的未婚夫，你现在去闹不是丢人现眼吗？昭昭装穷陪你住了5年鸽子窝，我都替他委屈。作为兄弟，我劝你冷静一点，别闹了。手机叮咚一声，是苏婉发来的信息：宝宝，我刚下班，又接了2单家教，你不用羡慕别人。我努力，很快就攒够8.8万嫁妆，跟你回老家结婚。看着船上那位高贵的豪门千金，我只觉得讽刺。滨港市记者蜂拥而上，苏婉不经意回头，余光瞥见人群之外的我。不是说瞒着他吗？谁带他来的？他拨开人群，在此起彼伏的惊呼声中，他不顾一切奔向我。宝宝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故意瞒着你，我是怕身份差距过大，你会自卑。我跟程州只是走个过场，你别闹好吗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想骗我？我看向他身后穿着高定礼服、金贵如王子的顾承舟，他手腕上戴的是航运大亨千金点天灯，花费1.2亿拍下的名表。而苏婉与我恋爱8年，说家里拮据拿不出嫁妆，怕被我家里人看不起，从大学就开始攒嫁妆钱，却整整8年连8.8万都攒不到。申哥，你是想毁了这场世纪婚礼吗？我说句公道话，你根本没有立场闹脾气，能不能懂事点儿？我不可置信地看向他，他是我10几年的兄弟，他父母离异后无家可归，是我把他带回家，还把爸妈的爱分了1半给他，可他现在竟然为了外人指责我。林深，连你兄弟都比你识大体，今天什么场合？谁给你的勇气来闹事？胸口堵得发慌，我不自觉提高了音量。我恋爱8年的女友，突然要嫁别人，难道我不该要个说法吗？闭嘴！你是要把这点破事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？赵明，麻烦你带他回去冷静一下。放心吧，我会看住他，不会让他破坏你们的婚礼的。直到苏婉和顾承舟挽着手，在众星拱月中再次登船。诊所还有事儿，我就不送你了。申哥，人贵自重，我不想有一个当第三者的兄弟。我忽然反应过来，他今晚根本不是想看热闹，他是特地拉着我来撞破苏婉和顾承舟的婚事的。回到10平米的鸽子笼，推开门，房间的陈设一览无余，一张1.2米的单人床，桌子紧紧贴着床，上面摆着个名牌包。我咬牙花了半年工资买的，刷卡那天他看着我肉疼的模样，笑弯了腰，脑海闪过他送给顾承舟的1.2亿名表。原来他不是因为收到礼物开心，而是在笑我寒酸。真心被辜负，拿起剪刀把名牌包剪碎，扔进垃圾桶，又胡乱翻出苏婉的所有东西，一股脑塞进行李箱，丢出门外。苏婉，我们分手，你的东西自己拿走。做完这些，我瘫倒在床上，茫然地望着天花板。门突然被从外打开，浑身湿漉漉的苏婉冲进来，紧紧抱住我。她把头埋在我的颈窝，声音带着颤：宝宝，我们不分手，你再等等我，我一定会嫁给你。伸手推开她，苏婉，你已经嫁人了。宝宝，我哥去世了，我爸脑出血到现在还没醒过来。你家境普通，不懂豪门的水有多深，只有程州能帮我，但我爱的人只有你，想嫁的人也只有你。你能不能再等我半年，等我稳住？他声音越来越低，我有些听不清。苏安，我是不懂你们豪门之间的事儿，但我已经等了你5年，不想再等了。我答应了我妈，27岁还没结婚就回家相亲。你跟我谈了8年，怎么能娶别人？我不准，李深，我不准！我气得推开他。苏安，你已经跟顾承舟结婚了，你没资格再管我。我跟他只是联姻，你5年都等了，凭什么不能再等半年？你放心，程州很大度，只要你不闹事儿，他不会找你麻烦的。我气得浑身发抖，直接把他推出门外。出去！我再也不想看见你！
隔着一扇门，苏婉继续软声哄我，给她当金丝雀。你再也不用起早贪黑挤地铁去上班，以后我养你。原来这5年他不是没看见我的辛苦，他只是选择视而不见，眼泪止不住的掉。我脱力瘫坐在地板上，8年的爱人在门的另一边变得面目全非，我骨头发冷，身体却越来越烫，意识也变得模糊。几年前我感染过肺炎，一旦发烧会有生命危险。我拉开门，声音沙哑：“苏婉，能不能送我去医？”程州不舒服，你先忍一忍，我让你兄弟过来。申哥，不就是失个恋吗？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？他们一个是航运大亨千金，一个是伯祖爷世家公子，你跟他们纠缠是没有好下场的。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盯着他的脸，不错过他任何一个表情。兄弟抿了抿唇，不敢看我的眼睛。刚来滨章市那年，昭昭就向我坦白了身份，他给了我500万，还帮我安排了工作，条件是我帮他打掩护。他说8.8万嫁妆钱太容易挣到，我就给他出主意，让他用诈骗链接、捐款、追尾来拖延时间。500万买断了我们10几年的兄弟情。赵明，你走吧，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兄弟。赵明双眼瞪大。你要为了这点小事跟我绝交？行，林深，你别后悔。林先生，你出名了哦。我不明所以的看过去，一眼就看见硕大的标题：新婚夜航运大亨千金被穷小子诱骗。我瞳孔一缩，胸腔怒气翻涌。我刚想质问，就接到苏婉的电话。昨晚我去找你，程州心里不舒服，就找了媒体爆料。你就让他出了这口气，别跟他计较。不等我开口，他匆匆挂断电话。可我没想到兄弟赵明会站出来说：“我跟林深是10几年的朋友，我也劝过他不要插足别人的感情，但他不听，总幻想着能当豪门赘婿，一直对航运大亨千金死缠烂打。”视频爆了，上了热搜第1。泽深，你妹妹出事了。你妹妹看到赵明的采访，一时着急没看路，被建筑工人扔下的钢筋刺穿心脏。医生说更好有匹配的新源可以申请，但有时间限制，超过1小时没筹够钱，就要给第2顺位的病人。抵押房子贷款来不及，你那里有没有30万？妈，你别着急，我这里有80万，我马上转给你。我这才想起来，1个月前我把银行卡给了苏婉应急，可点开线上银行，余额刺目的0让我眼睛发酸。我颤抖着手给苏婉打电话，却怎么也打不通。慌乱间不小心点到兄弟赵明的朋友圈，9宫格的 C 位是苏婉和顾承舟在半山庄园的烟花下相拥。心脏一阵尖锐刺痛，但来不及多想，我急忙按定位找了过去。昭昭好不容易把承舟哄好，你又来做什么？我刚退烧还很虚弱，被他拦得一个趔趄。顾承舟看了我一眼，冲苏婉挑眉：“阿昭，你的前男友找上门了。”周围一阵低语，苏婉的闺蜜们交换着眼神。泽深，你到底要该干什么？我跟你说了，改天再谈。只剩10分钟了，苏婉，把那80万还我！我妹妹在医院等着手术，那是救命钱。原来是来要钱的，80万而已，我给你便是。林深，你别在这里闹了，行不行？苏婉，你上个月说家里出事儿，我给了你一张80万的银行卡，那是我攒了5年的首付。我妹妹现在躺在医院里等着心源移植，时间快来不及了。苏婉愣了一瞬，像是在努力回想什么，随即摇头：“我没见过什么银行卡。再说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”见苏婉不认，
我转头看向顾成友，顾先生，那80万真是我全部积蓄，求你先借给我，我以后一定还你。林深，你为了钱低声下气求人，你跟我在一起8年，从没这样求过我。我顾不上他的质问，死死盯着顾成后。程州，这事儿你别管，你先回去，我回头查一下行不行？你这样跑来闹，大家都难堪。我看着他平静的面孔，忽然明白了什么。他不是记不起来，他只是不想还给我。眼睁睁看着墙上的挂钟走到10点，我浑身力气被抽空，心头只剩麻木和绝望。苏婉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认识了你。被骗了8年，最后落得人财两空，我彻底心灰意冷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看着我失魂落魄离开的背影，苏婉心口发紧，她下意识想追上去，看了眼顾成舟，又硬生生按下去迈腿的冲动。昨晚新婚夜他去找我，已经让顾成舟丢了面子。阿昭，不就是80万，就当是分手费了。他毕竟跟了你8年，我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。阿昭，嫁给程州真是你的福气，姐们可都羡慕着呢。这还用你说？你这个单身狗，还是操心你自己吧。兄弟也从托盘上端起一杯酒，笑着凑上前。昭昭，祝你和程州新婚快乐。苏婉回头看了他一眼，语气随意。赵明，半山庄园不好打车，你去开车送一下泽深。兄弟脸上笑容一僵，尴尬地收回举到半空的手。行，交给我吧。他从车库里开出苏婉奖励给他的车，几分钟后便看到了路边低头走的路我，但他没停，一脚油门从我身边疾驰而过，直接回家。苏婉来到和我一起住了5年的鸽子笼，电梯在维修，苏婉没等，直接走向楼梯间，23层楼。等他走到我房门前，后背已经湿了一片，我心软，最吃他扮可怜这套。宝宝，对不起，我这半个月太忙了，我给你带了你最喜欢的蝴蝶酥，你开开门好不好？他敲了敲门，刻意压低声音撒娇，但这次无论他怎么哄，屋内都没有任何回应。你男友仔半個月前已經搬走啦，你唔知道嗎？苏婉心頭一跳，忽然感到無比恐慌。她顫抖着手掏出钥匙，拧開了房門。房間被打掃得乾乾淨淨，只留下一張床。我5年裡一點點添置、精心佈置的小窩變得十分陌生。5年裡的點點滴滴在他腦海中浮現，無數被他刻意忽略的細節一一浮現。我付出了100%的真心，他卻卑劣地騙了我8年。半個月前剛走出半山莊園，我就收到媽媽發來的信息。幸好温如月及時把80萬送到醫院，保住了妹妹的心願。我連夜訂了機票回家。等我趕到醫院時，妹妹已經被推出手術室，靜靜躺在病床上。泽深，醫生說手術很順利，你別太擔心。你還沒來得及吃飯吧？如月，麻煩你帶她去吃個飯。病房內的冷豔女人點頭朝我伸出手。林先生，你好，我是温如月。多謝你幫忙墊付的80萬，我會盡快還你的。但我剛分手，近期沒有戀愛的打算，抱歉。温如月一怔，隨即輕輕笑了。林先生，錢不用急着還。至於戀愛，我想叔叔阿媽也不會因為80萬就把你賣給我。我們先交個朋友，好嗎？趙明公開罵我是軟飯男的事上了熱搜，街坊鄰居都知道了，但沒有一個人相信趙明的話。澤深啊，以後你可得擦亮眼睛，別再跟白眼狼交朋友了。爸媽在社區經營着一家老式糕點鋪，人緣一向很好，沒受半點網絡熱搜影響。濱港市的那些風波離我越來越遠，温如月偶爾會來幫忙，一來二去，我們漸漸熟悉了。爸媽也一直在撮合我們。澤深，你要愛一個本身就很好的人。我鼻尖一酸，明白了爸媽的良苦用心。這些年，我為了愛情拋下一切，跟蘇婉去濱港市，被他騙了8年，白白吃了很多苦。而温如月在跟我第一次正式相親的時候，就坦誠了自己的所有：學歷證書、銀行卡流水、體檢報告、房產證、
征信报告。泽深，你还想了解什么？我一定配合。半年后，在爸妈和妹妹的见证下，我向温如月求婚。等苏婉在集团站稳脚跟，追来内地找我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我求婚成功，和温如月紧紧相拥的一幕。她冲过来，林珊，这半年我每分每秒都在想你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，连一个电话都不给我打？她死死拽着我的手，力度大得快要捏碎我的腕骨。我皱起眉，一向温和斯文的温如月追上来，拉开苏婉的手。苏婉还想上前时，我伸手挡在了她面前。林珊，你护着她，你竟然当着我的面护着别的女人！我冷冷地看着她。如月不是别的女人，她是我的未婚妻。未婚妻？只离开了我半年，你就有未婚妻了？那我们的半年算什么？我有些紧张，下意识看向温如月。虽然在跟她正式确定恋爱关系前，我就跟她坦白讲了我和苏婉的过往。温如月眼里闪过心疼，挽住我的胳膊，朝苏婉平静地开口：苏小姐，你欠我未婚夫的80万，打算什么时候还？堂堂滨上市航运大亨千金，不会连80万都要赖账吧？听到温如月提起那80万，苏婉脸上闪过一丝慌乱，随即咬了咬唇。这是我跟林深之间的事儿。我不知道你妹妹真的出事了。那天你说什么银行卡，我一时没反应过来，以为你只是找个借口。对不起，只要你回到我身边，别说80万，800亿都可以。我跟陈舟已经协议离婚了，我们今天就能去领证。他朝我妈妈走去，语气诚恳：阿姨，麻烦你给我个账号，我现在就把嫁妆钱给你。我妈没搭理他，一脸担心地看向我，怕我犯糊涂。我亮出收款码。苏婉，80万。苏婉一怔，随即面露狂喜，立刻扫码转钱，到账100万元。泽深，你既然收了我的嫁妆钱，那我们现在就去领证吧。我把手机揣回兜里。谁说这是嫁妆钱？80万是你欠我的钱，多出来的就当是利息和贺礼了。我牵起温如月的手，朝苏婉亮出婚戒。祝贺我们新婚快乐吧。求婚成功的第2天，我带着温如月回爸妈的糕点铺吃饭。如月来了，快坐快坐，阿姨给你留了刚出锅的蛋黄酥。温如月笑着脱掉外套，自然地挽起袖子走进柜台后面。阿姨，我来帮您。哎呀，你这孩子今天是客人。我哪算客人？以前在部队大院，我爸教过我。泽深，你过来搭把手，把这筐蛋挞端到前面去。我知道爸爸有话跟我说，端着蛋挞跟他走到铺子门口。爸爸拍了拍手上的面粉，看着远处。昨天的事儿，你妈跟我说了，那个苏婉以后还会来找你麻烦吗？不会了，她跟顾晨舟已经离了婚，但她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。爸爸点点头，沉默了一会儿。泽深，爸爸不是反对你谈恋爱，但你得想清楚，如月这孩子跟你以前遇到的那些人不一样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妈当年嫁给我，我家里穷的连像样的彩礼都拿不出来，但她二话不说，把嫁妆全拿出来给我开了这家店。爸，真正想跟你过日子的人，不会让你一个人扛。如月就是这样的姑娘，你别辜负人家。看到我们进来，妈妈眼睛一亮，擦了擦手，快步迎上。如月来了，快坐快坐，阿姨给你留了刚出锅的蛋黄酥。温如月笑着脱掉外套，自然地挽起袖子走进柜台后面。阿姨，我来帮您。哎呀，你这孩子今天是客人。我哪算客人？以前在部队大院，我爸教过我。泽深，你过来搭把手，把这筐蛋挞端到前面去。我知道爸爸有话跟我说，端着蛋挞跟他走到铺子门口。晨光洒在青石板路上，街坊邻居三三两两进出铺子，有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，有拎着鸟笼的老大爷。昨天的事儿，你妈跟我说了，那个苏婉以后还会来找你麻烦吗？不会了，她跟顾晨舟已经离了婚，但她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。爸爸点点头，沉默了一会儿。泽深，爸爸不是反对你谈恋爱，但你得想清楚，如月这孩子跟你以前遇到的那些人不一样。我知道。你不知道，你妈当年嫁给我，我家里穷的连像样的彩礼都拿不出来。
但他二话不说，把嫁妆全拿出来给我开了这家店。爸，真正想跟你过日子的人，不会让你一个人扛。如月就是这样的姑娘，你别辜负人家。回铺子里时，温如月正帮妈妈把蛋挞装盒，阳光打在她侧脸上。愣着干嘛？过来帮忙封口。我走过去接过她手里的封口机，手指不经意碰到她的指尖，她没躲，耳根却悄悄红了。手机在这时震动了一下，我低头一看，是苏婉发来的短信：侧身，我在你家铺子对面。出来一下，我心里一沉，下意识看了眼温如月，她正专注地给蛋挞贴标签，似乎没注意到我的异样。妈，我出去透透气。推门走出铺子，街对面停着一辆黑色轿车，苏婉站在车旁，穿着简单的白衬衫和牛仔裤，没化妆，头发随意扎了个马尾，她看起来憔悴了许多，眼下有淡淡的青黑。什么事？我隔着一条街的距离站定，没走过去。我就说几句话，说完就走。你说。我知道你现在恨我，但有些事我必须让你知道。第一，顾承舟跟我离婚后，顾家撤了对苏氏的所有支持。我现在每天在集团里跟那些叔别斗，一天只睡3-4个小时。第二，你妹妹住院那天，我确实没认出那张银行卡，你给我的时候急急忙忙塞过来，我当时满脑子都是我哥的葬礼和我爸的病情，根本没仔细看。你现在说这些有意义吗？有意义，至少让你知道，我不是存心要害你妹妹。我当时是真的没反应过来。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分辨不出他说的是真话还是又一个谎言。苏婉，不管你是不是故意的，结果都一样。我妹妹差点没命，我求到你面前，你却拦着不给钱，你说什么都没用了。他嘴唇颤了颤，眼泪终于掉下来。那你以后还会见我一面吗？不会了。我说完转身往回走，脚步没有停顿。走出几步，听到他在身后喊了一声：林深！我没回头，回到铺子里，温如月已经把蛋挞全都装好了。她抬头看我，没问我去见了谁，只是递给我一杯温热的茉莉花茶。喝点水，你嘴巴都干了。我接过茶杯，指尖碰到杯壁的温度，心里那股凉意慢慢化开了。接下来的日子平静的像被按了慢放键。我每天早起跟爸爸一起揉面、烤面包，下午去菜市场采购食材。温如月下班后会来铺子帮忙，她在一家外贸公司做财务，工作规律，双休雷打不动。我们像所有普通情侣一样约会，周末去城郊的湖边散步，偶尔在巷口的小面馆吃一碗热腾腾的牛肉面。她不嫌弃我身上的面粉味，我也不介意她算账时的较真劲儿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苏婉再没出现过。直到1个月后，赵明突然找上门来。那天下午，我正在铺子后面洗烤盘，玻璃门上的铃铛响了。我探头一看，赵明站在柜台前，穿着一身明显不合身的高定西装，袖口磨出了毛边。爸爸认得他，语气冷淡：“你来做什么？”干爸，我找泽深说几句话。别叫我干爸，我当不起。申哥，咱们出去聊行吗？就在这儿说。赵明吞了吞口水，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文件放在柜台上。苏婉她出事了。我低头看了一眼，是一份律师事务所的委托函。这跟你来找我有什么关系？赵明咬了咬牙，像是下了很大决心。他让我来问你，愿不愿意回去帮他？申哥，他现在是真没办法了。那些叔伯联合起来对付他，她一个女孩子。她嫁人的时候，有人替我说过话吗？她跟顾承舟在新婚夜开派对的时候，有人替我想过吗？赵明脸色煞白，抓起委托函，灰溜溜地走了。这一幕被来送绿豆汤的温如月撞个正着。她站在门口。他来做什么？替苏婉传话，想让我回去帮她。温如月挑了挑眉。你怎么说的？我说他那10%的股份够买一副棺材。温如月扑哧笑出声。林深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嘴巴这么毒？我拧开保温桶盖。近墨者黑，跟某人学的。我哪有？上周你怼那个克扣你奖金的经理时，可比这狠多了。温如月脸颊一红，伸手要来掐我，我笑着躲开，把保温桶举高。打翻了我可就喝不到了。他哼了一声，收回手，却还是从我手里接过保温桶，倒了一碗递给我。喝吧。我接过碗，低头喝了一口，绿豆熬得沙沙的，甜度刚好。抬头时看见温如月正看着我，眼里带着笑。
阳光从门外斜照进来，落在他肩头。等过完年，我们就去看房。看多大的？你喜欢多大的就看多大的。那我可要挑个带院子的，行，还得离你爸妈近一点。都听你的。转眼到了腊月，小城的冬天比滨港市冷得多，但糕点铺里永远热气腾腾。临近春节，订单暴增，爸妈忙不过来。我和温如月一下班就往铺子里赶。腊月23那天，铺子里来了个不速之客顾承舟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林深，我们谈谈。妈妈从柜台后面探出脑袋，警惕地盯着他。我拍了拍他的手，低声说：“没事儿。”跟着顾承舟走到巷子尽头的石凳旁，他从大衣口袋里摸出一盒烟，抽出一根叼在嘴里。介意吗？你随意。他点上烟，吸了一口，烟雾在冷空气里散开。苏婉的事儿，你都知道了。赵明来过了，那你应该知道他现在什么处境。他那些叔伯联合起来把他挤出了董事会，老宅被查封，他名下所有资产都被冻结了。我跟他离婚，是因为他心里一直装着你。新婚夜跑去找你，后来去内地找你，回来之后整天对着手机发呆。我是顾家出身，我想要的是心甘情愿跟我的人，不是人在身边心在野处的妻子。我没接话，顾承舟沉默了一会儿。他现在的确很难，但我来找你，不是为了让你回去帮他。那你来做什么？我来是想告诉你，他手上还留着你那张银行卡的转账记录。当初他虽然没认，但那笔钱的去向，他那些叔伯如果查到了，可能会用来对付他。你自己注意一点。什么意思？苏氏内部查账，发现有一笔80万的资金流向不明，虽然钱不多，但那些叔伯正愁找不到把柄。如果被他们顺藤摸瓜查到你头上，可能会牵扯到你。我沉默了几秒，跟我没关系。钱给了他，他用在哪里是他的事儿，你最好留个证据。顾承舟站起身，拍了拍大衣上的灰尘。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找你，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瓜葛。他转身走了几步，又停下来。林深，有句话我一直没说过。什么？当初在滨赏市，你跑去要那80万的时候，苏婉拦着我没让我给。我当时确实看不起你，觉得你一个穷小子凭什么跟阿昭纠缠。但现在我明白了一件事，他拦着我，是因为他太想留住你了。他愿意花1.2亿给我买表，却舍不得让你收回那80万，因为他知道，一旦把钱还了，你就彻底跟他没关系了。他想留住的，从来都不是钱。他说完这句话，大步离开了巷子。我在石凳上坐了很久，冷风吹过巷口，卷起几片枯叶。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手指上还沾着做糕点时留下的面粉。顾承舟的话像一根针，戳在我心里最软的地方，但我很快摇了摇头，站起来往回走。苏婉的苦衷，她的困境，她的执念，这些都与我无关了。推开糕点铺的玻璃门，暖意扑面而来。温如月正帮妈妈给年糕里和系红绳，抬头看见我进来，晃了晃手里的红绳。回来的正好，帮我缠一下这根，打结了。我走过去接过红绳，低头帮她解开缠在一起的地方。她的手指和我碰到一起，凉凉的。外面冷吧？有点。厨房里热着姜茶，去喝一碗。我没动，低头继续解那根红绳。怎么了？她觉察到我的沉默。没事儿，就是觉得你真好。温如月愣了一下，随即脸颊绯红。大白天说什么疯话？妈还在呢。妈妈背对着我们整理礼盒，肩膀却抖了2下，明显在偷笑。我把解开的红绳递回温如月手里，顺手把那碗姜茶端过来喝了一口。辛辣的暖意从喉咙滑进胃里，整个人都舒坦了。窗外的寒风跟铺子里的暖气隔着玻璃较劲，年糕礼盒堆了满满一柜台，红彤彤的，看着就喜庆。原来回家的感觉是这样，踏实安稳，有人等你回来喝一碗热姜茶。腊月28，糕点铺子终于放假了。爸妈关了铺门，一家人围坐在客厅里包饺子。温如月也来了，挽着袖子跟妈妈学着擀皮。爸爸在阳台炸丸子，满屋子都是油香。电视开着，放着热闹的综艺节目。妈妈一边包饺子一边絮叨：泽深，
你跟如月商量好没有？过完年什么时候去看房？他说想看带院子的，我打算过完初5就去找中介。带院子的好，将来有了孩子，有个地方玩耍。阿姨，还早着呢。不早不早，你俩都这个岁数了，早点定下来，我们也好放心。温如月偷偷瞪了我一眼，我假装没看见，低头专心包饺子。手机在这时候响了起来，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起来。林深先生，我是滨港市明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，我姓周，我有一件事需要跟您核实。目前苏女士的叔伯方认为这笔资金属于苏女士隐匿的个人财产，可能涉及婚内转移财产的嫌疑。作为转出方，您可能需要配合后续的取证工作。我攥紧手机，直接发白。我知道了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。妈妈察觉到我不对劲，放下手里的饺子皮。泽深，谁的电话？我深吸一口气。刚才那是滨港的律师，苏婉那边闹家产纠纷，我给他的那80万有麻烦了。爸爸从阳台走进来，关掉了抽油烟机。那笔钱的转出记录还在你手上吗？我翻了一下手机银行，脸色更难看了。卡给了苏婉之后，我所有的转账记录都在那张卡上，当时是面对面给他的，没有留任何借条或协议。客厅里安静了一瞬，温如月放下擀面杖，擦了擦手走过来。你别急，这件事还不到最坏的地步。既然律师能找到你，说明苏婉已经把情况交代了。你是转出方，只要证明这笔钱是你自己的合法积蓄，用途是借款而非赠与，就构不成转移财产的嫌疑。但我没有证据。怎么没有？他拿出手机翻了翻，找出一张截图递给我。你忘了？当初你跟苏婉提分手的时候，给她发过短信说把银行卡还给我，这条信息你没删吧？我接过手机一看，心脏猛地跳了一下。那条短信我确实发过，当时把苏婉的东西扔出门外后，我发了一条苏婉，我们分手，你的东西自己拿走。虽然没有明确提到银行卡，但连续几条信息里提到过钱和卡的字样。温如月又从自己手机里翻出一张银行转账凭证，还有这个，当初你妹妹手术，我垫付的80万是直接打给医院的。你后来还我的时候，走的也是银行转账，备注里写了还款2个字。我愣愣地看着他。你怎么把这些都留着？温如月抿了抿嘴。做财务的人嘛，习惯什么都留底。再说，跟一个律师打过交道的前女友打交道，总得留点心。如月说的对，泽深，你别慌，咱们站里的事儿不怕他们查。实在不行，咱们找个靠谱的律师。不用怕，滨港市那边再大的事儿，也管不到咱们小城的头上。我看着眼前这一家人，爸爸虽然嘴上不说，但眼里满是担忧。妈妈攥着饺子皮，还在为我操心。温如月冷静地把所有证据一条条摆在我面前，鼻子忽然酸得厉害。对不起，我哑着嗓子说，大过年的，让你们跟着我操心。温如月伸手拍了拍我的手背，一家人说什么对不起？过完初5，我找了个本地律师咨询，律师姓陈，是温如月同事的丈夫，专门处理民事经济纠纷。他把我的情况听了一遍后，翻了翻温如月准备好的那堆材料，推了推眼镜。问题不大。真的？你转钱的初衷是应急借款，这是有据可查的。苏婉那边如果拿不出赠与的证据，这笔钱在法律上就只能算借款。尤其是这条，你明确说了把银行卡还给我，虽然没有直接写金额，但结合上下文，足够证明你的主张。那他那些叔伯查到我头上怎么办？查就查呗，你是转出方，不是接收方。那些叔伯想查的是苏婉转移婚内财产，你把转账记录和往来信息交上去，证明你是清白的就行。我松了口气，正想起身道谢，陈律师却举起手，示意我坐下。不过我提醒你一件事。什么？苏婉这个人恐怕不会善罢甘休。他现在的处境我很清楚，滨海市那边的圈子里都在传，航运大和千金被叔伯逼得走投无路。以他的性格，不排除他会来找你合作。说白了，他可能想利用你这笔钱做一个证据，反过来指认叔伯们做假账。什么意思啊？简单说，他可能想把脏水泼回到他叔伯身上，
说那80万是被他叔伯的人拿走的。你是转出方，如果他要求你配合做伪证，你会很麻烦。我心里一沉，后背泛起凉意。陈律师，如果我们不配合呢？不配合就对了。你们只要咬定2件事：第一，钱是你借给苏婉的，借款用途是家庭应急；第二，你不知情也不参与苏氏内部的任何财务纠纷。其他的，让他们自己在滨海市斗去。从律所出来，我站在街边发了一会儿呆。温如月站在旁边，安静的等我自己缓过来。他会不会真的来找你？不知道，但如果他来了，我会跟他说清楚。温如月点点头，没再追问。可她担心的没错。正月15那天晚上，我正在院子里帮爸爸挂灯笼，手机响了，苏婉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，沙哑的几乎辨认不出。泽深，我在你家巷子口。我挂灯笼的手一顿，差点把铁丝捅进自己手指。我没办法了，他们把我爸从重症监护室里转出来了，说不交清钱款就不给继续治疗。泽深，我求求你，就见我一面。我转头看了一眼屋里，温如月正在帮妈妈煮汤圆，透过窗户能看到她的侧影，暖黄的灯光照在她脸上。你等着。我放下灯笼，跟爸爸说了句我出去一趟，快步走向巷子口。苏婉站在路灯下，比上次见时又瘦了一圈。她穿着羽绒服，拉链拉到最上面，下巴埋在领子里，整个人缩成一团。她看到我，眼睛瞬间红了。泽深，别哭。你来找我做什么？她吸了吸鼻子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给我。你看看这个。我接过来一看，是一份和解协议，大意是如果我承认那80万是苏婉赠予我的分手费，他那些叔伯就没有理由再追查这笔钱的去向。苏婉，你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吗？我知道，但只有这样，他们才抓不到我的把柄。你只要签个字，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什么事儿都没有？这笔钱是你跟我借的，现在你要我承认是分手费，这叫什么？做伪证。我知道让你为难了，但等我把叔伯们搞定，我一定会还你清白。你相信我最后一次行不行？我看着他的眼泪，只觉得陌生。以前的苏婉也会哭，撒娇的时候哭，装可怜的时候哭，但那些眼泪里总带着几分算计。而眼前这双通红的眼睛里，只有走投无路的绝望。可我更想起了当初在他婚礼上，他穿着婚纱回头看我的那一眼。还有我妹妹在重症监护室里插着管子的样子。不行，我把协议塞回他手里。这笔钱该怎么来就怎么来，我不会帮你做伪证。泽深，苏婉，你当初骗了我8年，现在你走投无路，又来求我做伪证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真的把叔伯们斗倒了，下一个被牺牲的是谁？他张了张嘴，没说出话来。你回去吧。我转身走了2步，又停下。对了，我律师说了，只要我咬定那笔钱是借给你的，叔伯们查不到我头上，所以你好自为之。我迈步往回走，身后传来他崩溃的哭声，像一只被逼到绝境的困兽。我没有回头，推开院门，温如月正站在门廊下等我，她手里端着一碗汤圆，冒着腾腾热气。回来了。汤圆煮好了，再不吃要坨了。我接过他手里的碗，低头咬了一口，黑芝麻馅儿流出来，烫得舌尖发麻。3月的一个周末，我和温如月去看房，中介带我们跑了整整1天，看了7、8套带院子的房子，不是院子太小，就是采光不好。有1套倒是宽敞，但离爸妈的铺子太远。最后1套在城东的老小区，1楼带院，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，房子不大，2室1厅，但格局方正。夏天可以在树下喝茶，冬天呢？冬天把椅子挪到客厅里，从窗户看树。他转过头看我，眼睛亮亮的。就这套吧。不再看看别的了？不看了，这棵树我喜欢。那天下午，我们签了意向合同，交了定金。从房产中介出来时，夕阳把整条街染成暖橙色。温如月走在我旁边，影子被拉得很长。我忽然停下脚步。
他也停下来，疑惑地看我，怎么了？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，盒子里是一枚戒指，银色的素圈，上面嵌着一颗很小的钻石，没有多贵重，但花掉了我这个月工资的一大半。本来想等装修好了再给你，但今天看到那棵槐树，觉得就现在吧。什么就现在？就是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在那棵槐树底下住很久很久？你这算求婚吗？算。虽然场地不太正式，戒指也不太贵，但我的心是真的。他看着我沉默了几秒，我紧张的连呼吸都快忘了。帮我戴上。我的手有点抖，试了2次才把戒指套上他的手指，不大不小，刚刚好。温如月低头看了看戒指，然后抬头看我。林深，你刚才说要跟我一起住很久很久，那先说好，家里的院子归我管，厨房归你管，因为你做的蛋挞比外面买的好吃。我愣了愣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行，归我。他满意的点了点头，伸手挽住我的胳膊。走吧，回家告诉爸妈。夕阳在我们身后缓缓沉入城市的轮廓线，街道两旁的行道树抽出新芽，嫩绿嫩绿的，在晚风里轻轻晃动。我把他的手握在掌心里，往前走。身后那些滨港市的旧事，苏婉的眼泪，顾承舟的忠告，赵明的背叛，他们都沉在城市的另一头，隔着1000多公里，隔着再也回不去的时光。眼前的这条路上，有刚买的房子，有院子里的老槐树，有身边这个把手递给我戴戒指的姑娘。日子还长，我们一起往前走。